是非，前尘暗藏血泪。一别经年难追，道不尽真实原委。命运辗转迂回，生死祸福相随。执念难消，寸真曲伪，任风吹。风雨飘摇，一心不悔，用一生奉陪。至少有你同喜与同悲。揭竿宿命，一往无为，一场梦回。山河明媚，执手与君归。思想来回，心不着尘灰。不尽祸恶，祸从天降。这一局隐藏的应该也是威胁。我们若继续坚持调查，阻止他们作乱，那么你和你的亲友可能会有飞来横祸。你怎么能和夫人说这些？你这不省心让夫人担忧吗？以他的才智，猜到这一层是迟早的事。我只是提早给他提了个醒。愿你也抬头见璀璨星月，不管弱水三千，直到你的出现。时光中匆匆缘浅一面，温暖回忆里的冬天。别管那明明孤沙，着一世风华。我等到岁月开出花，冰雪慢慢融化。我听到那温柔的话，他对她说：“哎呀。”怎么了？看过《郎中》了吗？哎，我没事，多谢关心。别强撑，我会担心的。你可不能有事，要不然谁给我做师不要善啊？啊！沈多，我今日真的没有力气同你斗嘴。好，刚才是我说错话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沈多，我喜欢查案，我可以忘我的追逐真相，却不想牵连我的家人。他们火恶们用尸体上的字向我传声，他们早就计划好了一切，故意给我们演戏呢。他们在向我们示威，这是警告。你是怕继续查下去，会牵连到你的家人。在相安的时候，若非我们及时赶到，三姐他们早已没有了性命。若我在瀛州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对我的家人下手，那该怎么办？山高路远，我该如何护他们周全？
我思来想去2个时辰，我真的没有任何办法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派车送你回香安。瀛州的事情，你就别管了。那你呢？你怎么办？我？夫人难道是想让为夫亲自送夫人回娘家？我们不能回去。你是内卫府的大阁里，我是刑部令史，我们此行是有任务的。我就知道，你是绝对不会走的。一时的情绪不会影响你查案的热情。你别装作你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啊！回过神来了，这才是我认识的严杏，牙尖嘴利，不留情面。当然了，也不畏强权，有着偏向虎山行的侄女。我知道你在担心你家人的安危，我沈度向你保证，你担心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。来甘南道之前，我留了后手，目前来看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还记不记得那封香安来的信？香安急信是谁寄来的？徐内司。我当然记得。每年寿衣节的时候，太皇太后都会去骊山温泉山庄休养，还会加上一些臣子家眷，随行休沐。徐内司来信是告诉我，已经将严府的人安排进了随行名单，在太皇太后的视线范围之内，我想任凭哪派都不敢造次。好你个沈度！不过话说回来啊，现在的确是有一件不是那么重要，但是不管怎么说，都与你有所关联的事。何事？那个无头尸案嫌犯的妹夫季大福来了。这个季大福呢，身份十分特殊，死者和嫌犯都是他妻子的亲哥哥。求求您给草民一条生路吧，行吗？我那舅子那案，什么时候才能结啊？这人头找不到，我认了。咱能不能让尸身早点入土为安呢？季大福，你稍安勿躁，此案尚在调查之中。莫刺史，你找我？听说你对此案有些新的建议？此案有些异象，我还在调查之中。我的建议是，将此案与新娘一案并案调查。若是并案，这查案的时长就会进一步拖长，那恐怕……潘郎君，什么意思啊？我看你这第一神态是浪得虚名啊，还立个什么从不与雇主照面的规矩？我看你就是怕事情办不成丢脸罢了。今日咱们就当着莫大人的面，你给我个痛快话，5日之内能不能结案，抓到凶手啊？若是抓不到，就把钱退给我，我好另觅高人。若是结不了案，我自会退钱，但我已经快查到凶手是谁了。哦，凶手是谁？凶手就是半面鬼。你的那个朋友为了不退钱抛出的鬼神论，还真奏效。那个季大福听完之后大惊失色，然后就告辞了。但莫刺史那边可就没那么好忽悠了。潘郎君，新娘案我已经上报刑部，
做结案处理。莫刺史，潘某提供了新的笔录，我看过了。那为何如此潦草结案？徐继泽有了新的证词，或能轻判。吴眼师一看就是案中案，和无头尸案颇有勾连。潘郎君，这里不是香安，这里不是香安，是曾经深陷兵祸几十年的瀛州。瀛州局势不稳，我朝虽设督府，然西臣虎视眈眈，历史上更是多次被西臣侵占。欲平西域之乱，防战火再起，在于凝聚民心。然而凝聚民心，你可知靠的是什么？潘某愿闻其详。靠的是长治久安，是以严苛律法杜绝罪恶，有案必破，有贼必抓。需要让人相信，只要大仓的官员再任一天，瀛州就是一座可以让百姓安心度日的城池。所以，乱世就要用重典。徐继泽的头颅，注定要被挂在城楼上，成为那颗震慑人心的人头，是吗？二赖皮穷凶极恶，死不足惜，亦不必查。徐继泽强奸有夫之妇，罪加一等；破坏边塞律法，死罪难逃。不过我可以答应你，让他安稳去死，不必成为那颗挂在城楼上的人头。你将这件事这么详细的讲给我听，绝不只是为了告诉我潘池今日有多丢脸吧？你是想告诉我，要多理解莫刺史插手案件、急于结案的举动。他的位置注定不能同我们一样，一心只追求案件的真相。你在提醒我，要多多注意莫刺史的处境，不能怀疑他有一颗爱民之心。我是想告诉你，人是很复杂的，不能那么快下结论。沈多，你对莫千之有多信任？他原来是我最相信的人，如今呢？如今是我私心最想信任的人。凡事要查明真相，都难免要经历你现在的过程。再小的细节也罢，再亲近的人也好，首先不要去怕怀疑，要敢于去正视他们。信任，也可能也是一种追查的力量。火娥门在瀛州渗透深远，神与墨关系密切。走，再看一眼，走，再看一眼吧。走，别说了，走，你再看一眼，快走。店家，哎，再给我来壶酒。好嘞。严杏，
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哦。看一看，哎，客官看一看啊，看一看啊，都是新上的样式。六娘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来遛鸽子。遛鸽子？六娘，你可知这家店的招牌就是烤乳鸽？不过这话说回来，你这么做，是不是对这鸽子也太残忍了？让他自己亲眼看到自己这必死的命运。这一杯，就敬这只可怜的鸽子。你不会是因为今天下午被季大夫编排无能，在这儿借酒消愁吧？果然是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季大夫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，他的话还入不了我盘吃的耳。那是因为结案。听说新娘案你拿到了新的证词，可有什么发现？发现？哪有什么新的发现？都是些无用的证词罢了。不过，我为了搜集那些证据，我去牢房里找了徐继泽，在问了他的话之后，我要走的时候，他突然对我说：“潘郎君，你也是个寒门的读书人吧？以你的胆识谈吐，却不再刑部为官，而是做个劳什子民间神探。我大胆猜一下啊，你跟我是一类人，受累于出身卑寒。”求你别关门，我的诗文已经呈交府上1月有余，不知黄阁老看过了没有？真是赶不走的野狗，就那穷酸样，还想让我们郎君保荐？我和你道不同。我虽有再多不敢，也做不出向弱者泄愤的事情。弱者？不，我从不欺凌弱小的。我欺凌的是那些一直打压欺辱寒门的名门士族。他们生来就能坐吃公卿，把我们这些寒门当作仆隶。我释然指了他们的新娘，我就是想让他们尝尝屈辱的滋味。这种滋味，我们寒门数十百年来，每一天都在苦咽。事已至此，你还不觉得自己有错？有，在杜娘子的案子里，我犯了不查之错。所谓不查，是指作案刚开始发现，李家甚至连士族都称不上，对吗？果然是第一神探。杜娘子被绑出去以后，二赖皮说李家是大富之家。最早呢是由李弘发做小生意发家致富的，但是他一心想让儿子入仕，就因着是士农工商里的商，所以李子墨跟我一样。后来李弘发花了大价钱，给自己洗白成了一个士族之后的假身份。李子墨后来就可以报考了。所以你最后决定停止作案，便和二赖皮开始了争吵。对，我们吵得可厉害了。后来发现好像被人跟踪了才作罢，但我从始至终
我一直想给度娘子送回去的，结果谁知道遇到了命案。二赖皮真不是我杀的，杜小婉我也几乎完璧归赵了。今日你所说，我会如实上报，以作量刑参考。若以律法，确实可以轻判一二，但在我的心里，你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懦夫。勇者愤怒，利刃向更强者；怯者愤怒，利刃向更弱者。那些真正打压你的豪强，你不敢动，却把目光投向了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。你这不是报复，你不过就是个欺善怕恶的小人而已。量刑早就结束了，我必死无疑。你们刚来瀛州啊，不了解这个莫刺史。我从我来的那一天起，我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你说的对，我是自作自受，自掘坟墓。不，我就不该生在这个世上。下辈子，我宁愿生做一个不识字的庄稼汉，也不做一个似懂非懂的读书人。你别喝了，店家，别再给他上酒了啊！给他来一碗羊肉汤面。行，好嘞。来，您请。甘南道地区的羊肉可是出了名的好吃，你信我。与其借酒消愁，不如借一碗汤面消愁，试试。如何？这味道确实不错。看吧，我没骗你吧？仰天大笑去，高步踏神州。贵者虽自贵，无事若尘埃；贱者虽自贱，谁言不轻惧？振衣揽群山，濯足于长河。六娘，你突然背这个做什么？我只是觉得这檄文豪迈大气，寥寥几笔就揭露了打压寒门之事，好不痛快。此文一出，传遍了皇城茶楼酒肆，甚至在那些日子，襄安城里的士族子弟出门吃饭的时候，都不敢太过张扬，怕惹上暗潮涌动的民怨。你这铺垫这么多，不会只是为了夸我的文采好吧？当然不止，我还要夸赞我钦佩你的勇气。人只要永远保有迎击腐朽权威的勇气，有的时候一句话或者一篇诗文都能拥有很大的力量。我知道大仓县下寒门的处境会令你感到失望，可只要我们人人都不放弃，我相信总会有位寒门才子拨开乌云见青天的那一日。哎呀，不知道是这碗面太好吃了，还是你的话起到了激励作用。我现在感觉是神清气爽，还能再查10个案子。别，甘南道的案子可不能再多了。线下已经查得没有时间休息了，案子再多，可真的就撑不下去了。有件事，
我还是想告诉你，你若是受报，不用忍受。谁说这白无常府是入得出不得？依我看，这沈度就是个纸老虎。只要你一句话，潘池我定是为你上刀山下火海，帮你脱离苦海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没有人对我施暴。没人对你施暴，你这额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每每见你，一处新伤一处旧伤的，难不成不是在家里伤的？确实是在家里伤的。哎，我怎么跟你解释呢？总之，沈度真的没有欺负我。虽然我替嫁入沈府有一些荒唐，也并非他所愿，但总体上，沈度算是个合格的夫君，他对我和家人也多有照拂。而且，我早晚都是会离开他的。无论是沈度，还是我，都心知肚明，这一天很快就要到来。为何？因为他心里始终都有一个人，而那个人不是我。这个位置啊，本来就不是属于我的。夫人，末次时感念您公务繁忙，特意安排您去瀛州最知名的汤池一溪池休沐。小娘子，咱们一溪池可不比皇家骊山温泉差，是西岭山饮下的千年之水，辅以天然地热，池中更是添加了数十种香料，男能温肾补阳，女能美容养颜，功效那是有口皆碑。甘南道方圆百里求子的夫妻，都会特意来这池中泡一泡。多谢讲解，您一路引导辛苦了，先去歇着吧。不成不成，奴婢还没伺候您穿纱衣呢。谁？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来泡汤。这里是女汤池，你去别的地方泡。一溪池就一个池，哪分什么男女？何况瀛州府安排我们夫妇一块泡汤，若是分开泡，会不会太奇怪了？让外面那些人怎么看？外面那些人，外面有几个仆妇和家丁在看着，即便是做戏，也得和你一块泡。我下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别下来，你背过身去，把眼睛闭上。你害羞了，不敢和我一起泡。我才不是呢。我是怕你扭扭捏捏，到时候让我尴尬。好了，可以睁眼了，下来吧。
现在我什么也看不到了，从哪儿下来的？糟了，他眼睛不好，早知道给他留一盏，等他下来了再处理的。你等着，我来扶你。你说我心里一直有一个人，那个人是谁？莫秀秀，不行，那不就暴露了我偷听他和莫前之说话了吗？沈度，你怎么窃听我呀？你就不能光明正大的问吗？我现在问，你敢回答吗？我当然敢啊！素来听闻大格林有不近女色之名，这一点我深以为然。沈府里别说是通房妾室，便是女婢都很少。再加上你对我多番看不顺眼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？我不近女色，是因为心里已经有了喜欢的女孩子。那就是我误会了呗。我与他年幼相识，他的藤编小珠我收藏至今。因为他，我才可以在醉容所里面苟活下来。是了，多亏莫秀秀她哥求情，他才免了死罪，进了醉容所。每每入夜的时候，他就会悄悄潜入后花园，给我带来慰问和吃食。安无天地的日子里，那是我每晚苦苦守候的光。我甚至不知道他姓甚名谁，也不曾看清过他的面庞。而我送给他唯一的礼物，只是一只铜哨。这哨子是我爹送我的。我记得他跟我说过，有一天会光明正大的接我出去。总有一天，我会帮沈家翻案，光明正大的接你出去。后来很多年，我都没有再见过他。他像人间蒸发了一般，直到有一天，就如同命中注定一般，成为了我的妻子。但可笑的是，当时我
根本不知道她就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女孩。后来我知道，希望不算太晚。我想告诉她，在我心里，从始至终，一直都是她。你先说。你怎么知道那个藤编小猪是我编的？你这一路上犹豫了这么久，就问这个？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不是秀秀编的。哇，你好厉害！我也想编个给阿杜哥哥当生辰礼物，可是我怎么编都编得很丑。能不能和我换一下？好，你拿去吧。谢谢，你人真好。我生辰那天收到了小猪，原本想寻个由头和你道谢，却得知你被家人劫走。当时我还满心沉浸在我爹没有不要我的幸福里，他因为公差来得迟了些。我也不曾注意到旁的，没想到你还一直留着藤编小猪。后来，沈家就被抄家了，这个藤编小猪成了为数不多可以留下来的东西，我也就一直留着，也能让我想起我父亲教我藤编的那些好时光。直
直到前不久我才知道，此六娘是颜六娘。醉容素，你一直说要来接我，怎么后来没有来？因为我是从后花园的狗洞里爬进来的，后来他们发现了这个漏洞，就把狗洞给堵上了。再后来，你也不用我来接了。谢谢。你还是来接我回家了。